在生活中，我是一个好妈妈，保持最佳状态。我更重视健康和保养。五洲生医是药厂直接把关，我相信它。更采用国际大厂原料，工厂直营，品质优先，价格实在。聪明选，安心吃，北向上网单的底价卡点位0800525959，我爱五洲，五洲爱健康，五洲生医。Dua, i tagarau supaya kanu tina paiwan juko, kanda tongya wana dua, kanda padangaran na dua, ta gado ta dua。在原住民日，我们来到山来跟他致谢，也希望我们的祖灵让台湾原住民在台湾都能够平安的生活。3092。
阿妈随时会想到我。我在台中银行办事情啊。啊，你有登来台中哦？台北的台中银行啊。可是我没有办法随时回应他。我们继续。我无闲，身体嘛是爱顾。我知道这一份互相的关心随时都在。台中银行。无时无刻，永信药品总是在乎您的健康，生产药品、保健品陪伴您超过70个年头，超过100亿颗药锭照护您的健康，更承诺在未来的每一刻，全方位守护你的健康生活。永信药品。洗米露，开始就挺热血的，刚刚好的电解质解身体的渴，维加利水的，宝矿力水的，完美的面包。谁打龙年药？是红酥软 Q 药？是完美口感药？是要全神贯注。你是在捏面团还是在捏面人？玛丽汉 Plus 提升专注力、续航力，把台湾人的精气神都给我提起来！维士比玛丽汉 Plus 好吃到上天堂。你说什么？我呀妈。阿妈随时会想到我。我在台中银行办事情啊。啊，你有登来台中哦？台北的台中银行啊。可是我没有办法随时回应他。我们继续。我无闲，身体嘛是爱顾。我知道这一份互相的关心随时都在。台中银行。7月17到20日，世界目光将注视屏东大鹏湾2025台中银行亚洲沙滩排球公开赛屏东站，让我们一起见证沙排魅力。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锁定 Hot Sports 的 YouTube 频道以及中华民国排球协会的脸书粉丝团，一起来欣赏2025台中银行亚洲沙滩排球公开赛。今天来到的是赛会的第4天，也是 Final Day， 要进行最后的奖牌战。首先要登场的是女子组的铜牌战，将是由澳洲的江晨跟Archie的搭档呢，要来面对日本的柴马美以及村上梨花。好，那我们今天呢持续在大鹏湾为大家送上直播，但是今天的天气啊依旧是有一点点小状况，那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是85%，现场的风势还是蛮大的，包括中午其实又有一阵强风豪雨让现场确实是比较辛苦啊，工作人员那迅速的恢复之后呢，我们也能够及时在1点30分为大家送上直播的服务。好，那在今天的转播工作呢，将是由我李秉记以及我身旁的专业球评彭云坤老师来为大家服务。老师你好，大家好。那昨天我们看到了，在下午的部分经过了4强的这种捉对厮杀，那今天呢是最后一天了，来到奖牌战，我相信大家 all in 一定是精锐进出，全力以赴，希望能够在台湾最后能够登上颁奖台。是的，那老师经过昨天您大概看的这几场比赛，能看出今年来到屏东站大家的特色是什么？那特色第一个就凸显说，在澳洲的部分它属于太平洋洲的国家，对，所以它属于比较高大的基因的选手。是。那另外一个我们看到就是泰国队跟日本队的一个比较扎实跟精湛的技术的表现。
那这个两队通常也站到了我们前4名的一个队伍里面。是，所以今天呢，包括在最后女子的冠军战，我们也可以看到泰国，哇，泰国这一组啊，确实很有特色。那尤其有190公分的这个选手，那他们不管是在亚运啊，或者是亚锦赛，成绩都非常好。但是别忘了，他们在亚运是遇不到澳洲队，是，所以他们在亚运当时是拿到第4名。待会在女子的冠军战的部分，他要面对到的是澳洲实力非常坚强。那男子组的部分呢，昨天算是澳洲队是大获全胜啊，他们在最后金牌战呢，将是由澳洲1队跟澳洲3队要捉对厮杀。那另外日本队呢，跟北马里安纳群岛要来争取铜牌。那在女子组的部分，当然另外一个铜牌战呢，就是日本跟澳洲也要进行铜牌战哦。所以今天确实我们看到，除了澳洲真的实力非常坚强之外，包括老师刚刚提到的日本跟泰国虽然他们身材不是特别的高大，但是他们利用这个纯手的技巧跟默契的搭配，也在今年屏东站呢是发挥的相当不错。是。好，第一场比赛呢，将是由澳洲的 Johnson 跟 Archie 的搭档呢，要来面对的是日本的柴马美跟村上礼华。在经过中午时段的风雨过后呢，现在老天爷也给我们一个不错的天气希望能够维持下去在最后的4场比赛都能够顺利平安的完赛。这边也请观众朋友，如果刚好您在南部又在屏东附近呢，这个时间点过来都能够欣赏最后的奖牌战。那现场其实气氛非常的热闹。那现在天气相对稳定的情况之下，有机会一起来到大鹏湾。好，我们来听一下双方球员跟裁判的介绍。各位女士、各位先生，欢迎莅临屏东青洲湾沙滩排球场，观赏2025年台中银行亚洲沙滩排球公开赛屏东站女子组铜牌战，由澳洲队出战日本队。Good afternoon,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2025 ABC Taichung Bank Beach Tour Pingdong Open Women's Bronze Medal Match, Australia vs. Japan. 为您介绍本场比赛裁判人员 ，Presentat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referees. 第一裁判 ，The first referee is Miss 庄静怡 from Chinese Taipei， 来自中华台北。第二裁判 ，The second referee is Mr. Amnat Supanawong from Thailand， 来自泰国。接下来为您介绍双方球队阵容 ，Presentation of the players. 澳洲队 Team Australia Number 1 Elizabeth Ochin Number 2 Georgia Johnson 接下来为您介绍日本队 Team Japan Number 1 Asami Shiba Number 2 Reika Murakami好，介绍完双方球员以及今天本场的执法裁判之后呢，这一场女子组的铜牌战马上就要展开。当然在开赛之前呢，我们看到球员们也会拿着大会特别提供的纪念品，要送给在现场观赛的球迷朋友们。这是最后在 Final Day 最后一天才有的福利当然这个来到的奖牌战的选手们呢，今天合影留念待会要进行一场激烈的奖牌争夺。哇，来看球员们把这个大会准备礼物呢，纪念品抛送给在场边的小球迷拿到这个小排球，非常非常开心。这是大会精心的安排。那江省跟奥奇呢，他是大会的头号种子，但是在昨天呢是输给了泰国队。那他们在今年其实不管是在越南跟菲律宾这2站都拿下铜牌，另外在平潭也拿下第5名。那柴马美跟川上礼华进行第一次的发球，一开始就是一个斜线，直接扣杀的是阿奇。那阿奇今年是20岁，江省是24岁。好，这球碰了一下，但是还是落在界内，所以日本队很快将比数给追平。
那日本组合呢，柴马美跟村上礼华在今年的这个 ABC 的巡回赛当中啊，单战最好的成绩是在菲律宾的第4名。所以今天如果在屏东能够击败强敌澳洲的话呢，将是他们在今年巡回赛当中第一次登上颁奖台。那除了菲律宾第4之外呢，他们在越南跟平潭都是拿下了第5。哇，这球碰了一下，但是没有挡住进攻。阿曲到目前为止进攻的把握度相当不错。我们现在可以看到澳洲队他的打法就是一贯的，不管男生女生都是拉长距离的攻击，而且是比较高举高打的打法。其实澳洲队这个打法，它的主要的基础是在于说，他要去拉动对方的拦网，然后对，是，因为他可以2攻，也可以2举，对。不过到目前为止，一开赛两边在进攻的把握度都不错，是，所以还是维持平手的局面，目前3比3。再看一下村上礼华，这个斜线的攻击是精准的压在界内。好，发球破坏，好，现在是日本队的机会。来看，这次直接用吊的，在整个球路的搭配上面呢，日本队是非常灵活，所以靠着这一次出其不意的吊球呢，拿下分数，目前4比3，双方要换边。是这个阿苏米虽然身材比较矮小，但是他在沙排的经验上至少10年以上。对，那他的处理球是非常的成熟跟稳重。日本2位球员的年纪是28跟29，是，所以在经验上面应该比澳洲球员稍微再好一些。是。我们从年轻看球，看他打到现在的时候，至少都10年以上。都是未满20岁就出道了。是，而且日本一个传统就是大概他2年会有一个循环就是会调整跟改变他的 partner。对，好，来看这一次修正之后的攻击守住，日本队直接直线，好球，交给了西巴柴马美。村上的发球5比4，直线，好退防，守住，还有直接突破，但是打出了界外了。是的，有点操之过急，是，感觉上有点急躁。Johnson 的这一波攻击呢是偏了。同样是突破，哇！这2波的进攻，Johnson的跟 Archie 之间的把握度都不好。是，这也显示了日本队的发球给了澳洲的一些的压力。好，发短的，又有破坏了。好的防守，拦住，要打了。传上李华，这个长线再添1分所以从原本的落后到领先那日本队的连续得分，逼得澳洲队要先喊暂停。是，刚刚双方4比4，现在8比4了。可以看得到，通常沙排球在拦退防守方拦退的时候，对手通常会打向2个人的中间中间的位置，很容易造成抢球或让球的情况。这也是沙排球常打的一个打法。Johnson 呢，在去年是跟这个 Fegis 的搭配，在桃园拿下了金牌。那 Fegis 今年是跟 Framing，Framing 跟 Fegis 待会在金牌战要面对到是泰国队。那去年 Archie 也有来到台湾在桃园他是拿下铜牌。哇，
暂停回来，这一波的攻击非常凶啊，交给的是江省，9江省。好，修正一下，村上波这一颗被守住，退防啊，这一球没办法垫起来。哇，那现在澳洲队连拿2分，哦，双方来到了6比8，要换边。哇，现场有一点点雨势，那风势目前还可以，还在可控的范围。其实沙滩排球选手对于这个天然的外在环境的因素他们的适应力是需要比较强的。对，有时候是大太阳，有时候是温度非常高有时候像现在是阴天，甚至有下雨的情况下，还有在大风的情况下，我们昨天也面对到，这个都是沙滩排球选手所应面对跟适应的一些因素我相信今年他们来到屏东这一站，应该会是他们在比赛的生涯当中非常难忘的一站。是，他都可以大家体验从前2天的大太阳，对，到后面2天的一个大风大浪如洗三温暖一样，真的。因为这2天，对于选手来讲，这适应力是有严苛的考验啊。刚刚老师也提到，前2天真的在没有台风的影响之下，屏东当然大太阳是出名的。是的。那尤其在大鹏湾这艳阳高照大家当然是晒太阳晒得很过瘾但是很热。那这2天呢，因为是台风的关系所以在天气非常不稳定，那尤其风势是让选手很头痛。好，村上进攻守住。这颗球在我们沙滩排球明文的规则上，事实上就是说，对方要击出比较强的击球之外他才有办法用高手去挡球。对。如果对方的球不够强的时候，是不能用高手。是的。尤其是用指腹来拖球的时候，拖球来做回击的时候。8比11，好，修正一拖，村上的进攻，还是突破了澳洲的拦网。好，再看一下，江森这一球压不过去。打太长了。所以现在双方来到21分的技术暂停，暂时由日本13比8领先了澳洲。大会的头号种子在昨天输给泰国之后呢，今天面对到日本，连续2支的亚洲球队呢，都陷入苦战目前是5分落后。是。那么现在也可以观察到一个小细节，就是其实现在场上4个选手一样都戴着太阳眼镜那我可以跟大家报告一下，就是说太阳眼镜除了在防晒保护眼睛之外，它也可以挡住这些雨滴对，是，它有这个功能性在。好，技术暂停回来。日本队现在的状态相当不错。柴马美要来发球。我们可以看得到，现在裁判已经做了第2颗的高手举球，所以表示说，我们昨天有提到这个沙滩排球高手举球的条件比较高。那当你在比赛的时候，你也要端看一下这个裁判现场判的这个裁判他的尺度在哪里，我们再来拿捏。如果他判了2次之后，我还是建议说现场的选手能用低手来做举球。了解。刚刚柴马美想要调后排的空档，但是给的位置太深了，可惜。
现在选手做这个动作这个是唯一我们能让比赛稍稍延迟的一个动作。那也是选手有时候用一个 trick， 用一个方式来转换一下比赛的节奏。有一点点小技巧。是。日本队做一个移位的攻击变化，产生了效果。好，这球救起来，好球！传上李华，打长。澳洲这边守住之后，来看这一波，哇，没有办法做攻势。哦，好跳举，哇，好球！好，再来看一下村上跳举之后，交给了柴马美，西吧。我们在 IG 追踪的这些女子选手的练习情况，其实他们这些跳举的动作，目前练得非常多。三排球的比赛，如果在外面像现在风雨越来越大的情况下，尤其是下雨的时候，是，对，哇，那刚刚澳洲吃了一张黄牌啊，我相信整个心情都受到影响了。这次的强攻，可惜落在了界外，11-10。日本队还是维持5分的领先优势。江神的发球，好漂亮的防守，往上的争顶，还有。哇！今天裁判的尺度对这个高手的举球，是比较严苛，没错，比较严格。所以他们澳洲队的选手第一个反应非常的大哦。他觉得这个是 legal 的。哦，现在17-11。换边之后，来看这一波的斜线，有他球。现在下雨哦，雨淋在球身上的重量会变得越来越重哦，所以在高手举球的部分的难度相对会更高。它的失误率会更高，是因为球会变重哦，它会吸水，这个球会吸水啊，而且在等一下所有的技术表现上，会跟原来新的球的打法跟这一个感觉会是不一样的，所以更考验选手的一个运动表现的能力。哦，穿上李华，刚刚所以3排球后排，3排球是非常多变数的一个运动啊！哦，光是外在环境是就已经是千变万化。对，真的。哇，这一球救得精彩，哦，直接突破做进攻，但是澳洲也有准备。来看这个退防，还有，哇，两边你来我往，再退，哇，柴马美再救，没办法了，哦，打到了标志杆了。哇，不过这一波的攻防啊，非常好看。13-18，我现在雨势有变大的趋势。
又越过了拦网手的高度啊，直接落在直线的位置。来看一下真上李华在手腕的运用上面呢，非常灵巧。西巴发球，哇！澳洲队在进攻的把握度啊，今天已经是多次发生了进攻出界，尤其在第一局一开赛啊，这样的手感没有调整回来，那陷入苦战之后的日本有7个局点压回去，村上李华成功的拦网，拿下关键的分数，在第一局就是由日本队以21比13收下，暂时1比0领先了澳洲。1比13获胜 ，End of the first set, 21 to 13, Japan won。那个请两侧翻分数的同学，确实把每一分的牌子翻好，不要让后面的其他数字跑出来，谢谢。好，来看一下日本跟澳洲在今年屏东站女子组的铜牌战，在第一局，日本队在一开赛，其实在4比4之后呢，打出了破4比0的攻势啊，就已经把优势维持住了，没有让澳洲呢再越雷池一步。那澳洲当然在比赛过程当中啊，几次被裁判抓了这个犯规，是，那加上还有黄牌的警告，我相信整个比赛的心情有受到一点点影响。是，那加上今天澳洲在进攻的成功率确实下滑了，所以让他们现在是先丢到第一局。是，就像主播提到的一开始这个澳洲队显得有点急躁，他的节奏没有很稳定的表现出来，那再加上许多的判例让他自己显得更急躁，那这个情况下影响到心理的表现的时候，这个分数就会是这样的一个呈现。确实。不过第二局全部重来，那澳洲能够急起直追吗？我来看第一球，哇，裁判的手势很明确，压在了线上。来看柴马美长线的进攻，又抓了，哇，今天抓3次了。所以我再次强调，就是说，当你面对这样的一个裁判的尺度的时候，你就需要做改变。对，不然的话，因为选手不能跟裁判怄气，是的，一定要去适应裁判。是的，对，是的，不要再一直在挑战裁判，这样其实对比赛是很不利的，是很不利的。但是澳洲队如果失去了高手举球的一个优势的话，他们就打不出他们的节奏了。发在2位选手中间，这是一个 S 球，2比2。好，阿奇，2个人同时退开。好，打小脚，小球，这个 cut shot 非常漂亮。对，那种带切。我们细微的可以看到，这个阿沙米在起跳的当下的时候，事实上他瞬间有看到对方的拦网跟后防的一个布置然后他在打了这个 cut shot 的这颗球。所以我们常讲说，我们的胸部这边有长眼睛我们上来的时候，事实上我们还是在看对方的防守的布局。是，对。哇，这一球是没有办法突破柴马美柴马美是4位球员当中，身材相对娇小的球员那这只是相对，因为她有167公分啊。以这个东方标准来讲，167的女孩子是很高的，那是因为她在排球场上的关系。好，当然我们看到日本队从第一局拿下之后呢，在第2局依旧是气势如虹，那现在已经取得5比2的领先了。哇，澳洲有一点点。可能也受到判决的影响，不太会打球了。是的，所以选手心理层面还是不要受到裁判的影响，那个影响会非常大。好，突破的进攻守住，来看澳洲，哇，还是出界了。澳洲他开始用低手的时候，其实他的举球的稳定度就没有那么漂亮了。那攻击的话，相对的
成功率也会降低。这个都是连带的一些关系在。村上，按他用敌手举球了。好，这一次直线突破了拦网。阿奇，发球失误 ，Jojo Johnson。想要发在角落，是的。柴马美的发球出界4-7。哇，来不及扑救，刚刚 Johnson 已经是飞跃出去了。好，斜线守住，村上守住之后的进攻有。好，在预判对方进攻的路线，日本队做得非常的好。来看这个斜线守住之后呢，马上转化成重锤拿下的分数。那现在在9-4领先情况之下，澳洲又早早喊了暂停。是。大会的头号种子在昨天的4强赛落败，到今天的铜牌战还是打得很辛苦。今天澳洲打起来非常的绑手绑脚，好像跟前2天我们看到的状态不太一样哦。这个就是高竞技运动员所需要面对的一个重要的问题啊。碰到任何情况的时候，也没有办法维持比较稳定的一个心态。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日本队现在防守的策略就是谁发球，另外一个搭档就是拦网。但澳洲队没有发现这个情况，就是说，其实前面167公分在拦网的时候，事实上他们很多的打法，他不需要硬跟他强攻，是。他硬跟他强攻的时候，事实上得不到什么好处因为他闪手的时候就闪到对方的斜线的手背上面去了啊。对，就像事实上这那个村上李华的防守是。所以强攻，我们可以看谁拦网的时候，我们来做什么打法，用什么策略去应对。面对到167的柴马美，你也许强攻会是一个选项，而且你就是从他手上打上去就可以了，你不用闪手。这个有时候球场上的选手他没有去发现。我们也一直提到，就是说其实是同为搭档两个的队友就是同为搭档，也同为队长，也是同为教练，都可以互相提醒，互相的一个沟通。因为沙滩排球上面是没有现场教练指导行为，所以他更能凸显这个选手，每个选手他自己的一个阅读比赛能力，他的在球场的球商的能力是如何，都可以决定，对，都可以决定比赛的输赢。因为没有人能够提醒只有你的队友。是。哦，这个位置啊，还是非常巧妙的落点。看一下村上。我们可以看到，澳洲队真的受到那个裁判的影响
一直都不敢用高手去球了。那他高手举球优势没有的时候，他第一手举起来的风险就变得非常大。就变得举球没有那么稳定。这个就是竞技运动里面一环哦，裁判也是竞技人的一环。对，而且我们就提到嘛，你一定要适应裁判，而不是由裁判来适应你，这是没办法的事情。好，来看这个退防，哇，也打在手上。好，纯上没过。7比13，澳洲得要急起直追了。哎，船上的进攻失误哦，对澳洲来讲是再追1分回来，现在8比13，场边喊出了技术暂停。日本女子的打法，在处理球的时候，他们有一个很好的打法，就是他们会把球切到线上，或是打到有速度的中间或4个角落上面去。所以刚刚这一位阿沙利的打法，就是为了想要切到线上。但是这个还是需要比较高的技巧在上面，所以他如果受风的影响，或是打得不好的时候，这个技术就会失误。好，技术暂停回来8比13，持续由澳洲来发球。刚刚只拿2分回来，希望能够延续下去。哇！话才刚讲完，就发生了发球失误。那发球失误的是阿奇。好，在往上球的把握度由澳洲拿下。这是刚刚得分的重播。船上在今天的进攻，这一球是发生失误了，应该是触网。标志杆。发球过长，澳洲这2次的发球，一次触网，1次发球过长。接喷了，哇！那对澳洲来讲，在这场比赛陷入到困难的状态了。先丢到第1局，那现在第2局是6分落后，16比10。日本队逐渐要迈向终点。好，守住之后，澳洲还有进攻的机会，有了。江森。发球得分，对澳洲来讲是个好消息。现在28分，要再换边，还是往2个人中间发的夫妻球效果还是非常好。江森，这球发进来。接到之后只能用吊球，位置不是很好，突破进攻，再添1分，是3比16，追上来了。
哦，从原本的10比16到13比16。直斜，村上。澳洲队靠着阿奇的强攻，面对到柴马美，确实不需要特别闪，是直接进攻拿分了。好，守住第一波，哇，直接掉来了这个八股。昨天我们也有看到，是，对，这个还是有一个硬性的规则规定哦，就是只要你把球拖过网的时候，一定要是跟球的路径要跟肩线是垂直的。这个裁判也抓得很紧。因为3排球只有2个人在防守的时候，如果你随便这样拖球过的时候，不利于防守。对，就不用玩了，因为场地覆盖太大了。对，单场就8乘8公尺的面积啊，所以基本上就掉到死了。是，所以它规则还是有它的原因在。没错，没错。是。好，2分差喽。好，澳洲队拼防守，来看日本队的进攻，退防守住。啊，可惜，接续的这个往上球呢，最后是由柴马美掌握，所以由日本队拿下第19分。来看这个退防，虽然守住之后呢，但是球的位置刚好过。19比16了。日本队剩下最后2球，就在今年 ABC 的巡回赛当中的首度登上颁奖台。好，这一次的防守挂网。好，17比19的情况之下，轮到日本喊出暂停，再2分就可以赢得比赛的胜利。是，但是现在呢，澳洲从原本的6分落后追到剩下2分的差距。我们从这个比赛过程当中也可以证明的一件事情，就是发球的重要性哦。澳洲每次在落后的时候，那只要发球的效果一出来的时候，那就可以连续得分。所以我们常常讲说，排球运动就是我们一直从发球开始，发球去建立信心哦，建立这个比赛的胜利。好，在技术暂停回来。就考验阿奇的发球了，17比19。哇，这实在关键时刻的这样判决，让澳洲队，哇，真的是非常的辛苦啦。哇，再被抓了一次。好，那现在日本队呢，也因为澳洲队的犯规呢，拿下了20分。现在出现了3个赛末点。
哇，这一次的攻击打长，所以在第二局持续由日本队以21-17拿下，最终也恭喜了村上李华跟柴马美是2-0击败了 Johnson 以及 Archie， 在今年 ABC 的亚洲沙滩排球公开赛屏东站的部分呢，恭喜他们登上颁奖台，获得了铜牌。而澳洲大会的头号种子的 Johnson 跟 Archie 最终只获得了第4名。这场比赛啊，确实，日本队在把握度的部分是表现得比澳洲更好，包括在防守上面呢，多次这个守住了澳洲的强攻。那另外在整体的默契搭配，还有进攻的成功率都远远的胜过澳洲。那澳洲当然在今天裁判判决的影响之下，确实整体的发挥是不如预期的。是的，我们刚刚可以看到澳洲一开始就是感觉上今天比赛的准备的工作有可能做得不好，还是受了前几天比赛疲劳的影响之余，然后打起来就是一开始绑手绑脚，然后之后的中间又发现了跟裁判对判例的一个抗议，影响到心情的表现，所以再加上日本队对于在他今天的整体的表现，还有默契的搭配，还有比较多元变化的一个打法，压制了这一个澳洲队，所以他们取得了铜牌的佳绩。是，好，恭喜日本队在风雨当中呢拿下了女子组的铜牌。那待会要登场的是男子组的铜牌战，将是由北马里安纳群岛的 Mr. 跟 Johnson 要对上来自日本的高巧巧跟池田纯平，请观众朋友持续锁定我们的频道，我们待会马上回来。调整中央球场网高，谢谢。目前还没有人在协助调整网高，请进。